随浪自己感知。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1+1节目，我是主持人啾啾。喜欢看电影的朋友一定对这段经典的音乐耳熟能详，一曲让多少武侠迷心潮澎湃，向往那逍遥又充满神秘色彩的江湖风情。片中高歌一曲的吴马也是香港著名的影视明星，但是就在2014年的2月4号，吴马却因为罹患了肺癌不治，享年71岁。一生演了100多部影片的吴马因肺癌去世，让很多的影迷叹息不已。今天我们健康1+1栏目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目前世界癌症中的头号杀手——肺癌。中国的传统医学对心肺特别的重视，有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夫之官的说法。也就是说，肺对人体就像一个国家的宰相那么重要。我们人体与自然界的气体交换，氧气的吸入，并在体内的循环，从而滋养整个身体，都依靠肺。如果肺有疾病，将严重影响到人体其他器官的正常运转。肺癌是肺部疾病中最严重的疑难重症。肺癌是造成男性和女性癌症相关死亡的最主要原因。全球每年有130万人死于肺癌。肺癌的话，就是那个肺部的组织生长失去控制，就是产生的恶性肿瘤。肺癌在美国的发病率来说，就是一直是低于男性的前列腺癌跟那个女性的乳腺癌，但是肺癌的死亡率就一直是高居所有恶性肿瘤的第1位。肺癌是发病率和死亡率增长最快，是对人群健康和生命威胁最大的恶性肿瘤之一。近50年来，许多国家都报道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明显增高。男性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占所有恶性肿瘤的第1位，女性发病率、死亡率均占第2位。之所以肺癌的死亡率这么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肺癌的前期很难发现，几乎没有症状。而后期发现时，就基本失去了痊愈的机会。Curative lung cancer is considered cancer that you've picked up early enough to usually operate on it and remove it surgically, and then consider giving additional therapy called adjuvant therapy, whether it be chemotherapy or targeted therapy. And as I said before, unfortunately, that's the exception, not the rule. 65% of lung cancer presents with advanced stage disease where they're not curable. So we really have to work on efforts to identify patients earlier. And if we can identify them earlier, at least stage 1 or 2, those patients are considered potentially curable. Even stage 3 patients are considered potentially curable, but really stage 1 and 2, where you can pick the cancer up early, operate on it, remove it generally, and then offer therapy on the back end. Like I said, because 65% of patients present with advanced stage disease, we're not dealing with a lot of curable disease, and we've got to do better. 正因为肺癌晚期的难治愈性，所以能早期发现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医生给予的建议就是早检查，定期检查。美国对这个高危病人的定义是年龄在55到74岁之间，过往有至少30年的吸烟史，然后戒烟在15年之内，没有任何的肺癌既往史和没有任何疑似的肺癌临床症状，这部分的病人就是我们定义为就是高危的肺癌的患病人群。对刚才我讲的这一部分的高危人群的话，现在的那个美国的癌症协会的推荐是每年做一次低剂量的CT 断层扫描。如果能够成为早检查的幸运儿，那在治疗上就会非常有效果。然后另外一个病例的话，是一位亚裔的男性，
这位病患呢，主要是因为有一次那个出车祸，然后在出车祸的过程中，就是做了例行的胸片检查，然后在胸片检查中发现有一个肺部阴影，然后这个肺部阴影就被怀疑成肺癌，然后进一步的检查就是活检发现，就是这位先生的确有1期的肺癌，然后幸亏就是他发现得早，然后手术切除以后，到现在为止已经3年过去了，这位先生还是没有任何复发，所以治疗的效果，早期肺癌手术摘除以后治疗的效果还是很好的。出车祸，结果意外检查出了早期的肺癌，这真是应验了中国那句古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过，不是谁都可以有这样的幸运。对于肺癌致病的因素而言，医学研究的结果主要还是跟抽烟以及环境空气污染有关。令人心痛的是，最近10年来，中国的大气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已经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我们一起来看看一段新闻报道。当天，北京空气污染指数是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最高值的16倍，发布的黄色预警是第2最高级。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早上8点监测的 PM2.5 指数为344，而北京部分地区每立方米微粒达到了400毫克。世卫组织建议低于每立方米20毫克微粒的空气质量，并认为超过300毫克将严重危害身体健康。由于天气恶劣，有些选手没有参赛，有些是中途退出。英国选手波普在退出比赛后表示：“我在10公里后看了看我的口罩，心里就很清楚，这实在是够了。”据权威数据统计，近30年来，中国肺癌的死亡率上升了465%。现在每年肺癌的发病人数是以26.9%的速度递增，是目前世界上肺癌人数增长最快的国家。这样的数据确实让人担心。当然，中国肺癌如此高速的增长，除了大气污染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抽烟的人数增加。下面我们来看一个数据表格。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烟草生产和消费国，占到全球市场的1/3。中国一年生产香烟有17000亿支，是美国6800亿支的2.5倍。在香港，11%成年人抽烟。在美国，有20%的4580万成年人抽烟，而在中国大陆，有67%的男子抽烟。中国烟民有3.5亿。现在中国每年大约100万人死于吸烟引发的疾病。在所有肺癌的发病病例中，吸烟是被认为就是直接导致了85%到90%的肺癌病例，所以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吸烟的话，就是说，不管是那个香烟中尼古丁含量的多少，都会增加肺癌的那个发病率。然后烟龄越长的话，肺癌的发病危险就越高。还有一个的话，我想强调的就是，这个吸烟的话，不但就是本人吸烟会引起就是肺癌的致病率升高，二手烟的话也可以导致肺癌的发病率升高。吸烟不仅对于自身身体有伤害，更重要的是，它还影响到社会对肺癌患者的态度，以及对肺癌治疗研究的支持。And unfortunately, because of this misconception, lung cancer has really been behind the 8 ball for funding. I think that the government or industry doesn't want to fund an entity, a cancer that's associated with a bad habit or a difficult habit to quit. So I think that that's the number one misconception. This is entirely a smoking disease, that it doesn't warrant funding, that we shouldn't have walks and we shouldn't have fundraisers because it's all smoking and these people should quit. You know, most of my patients aren't still smoking. Most of them had quit either a week ago or 5 years ago. So really, it's a non-smoking disease now. I mean, even though patients may have smoked 10 years ago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It's definitely, there is an association with smoking, but I think we need to be very clear that there's a never smoking cohort. 经过医学部门的调查，现在华人中吸烟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甚至很多的年轻女性都是烟民。我们真的希望年轻人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充分认识到吸烟对身体的危害，珍惜生命，远离香烟，珍惜生活，及早戒烟。肺癌不仅是癌症中的头号杀手，它的病理也非常的复杂。从大的类型来分，有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的区别。There's really two different types of lung cancer. One is called non-small cell. The other is called small cell. Non-small cell comprises about 85% of patients, and small cell is about 15%. We're seeing a decline with small cell, but it's still there. In terms of their real differences, that may be a challenging question to answer. I will tell you that the two different types of cancer, one, look different under the microscope. Two, they behave different clinically. And three is that the treatments for them are entirely different. And finally, the genetic makeup of the tumor, the genes that drive the cancer to grow, are entirely different between small cell and non-small cell. Small cell has had some significant advances in treatment over the past 5 to 10 years, and unfortunately, small cell has not shared those same advances. So we really have a lot of new therapies for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and unfortunately, the treatment for small cell hasn't changed in over 30 years. So quite a different discussion with the patient, whether they have non-small cell or small cell. 肺癌的临床症状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取决于原发的肺癌产生的部位，还有就是发现的早晚。肺癌早期很难有症状，到中晚期才会有明显症状。这时一定要及时发现，能早一点发现，就会多一点治愈的希望，或者生命的延长。总体来讲的话，所有肺癌相关的症状呢，可以总结为4大类症状。第一大类症状就是因为那个肺癌就是在肺部的局部生长所引起的症状，比如说咳嗽，这个咳嗽呢一般是顽固性的咳嗽，还有胸痛，咳血，痰中带血，气短，胸闷，或者是那个就是呼吸困难。有时候的话，那个肺癌的话，就是生长的部位可以压迫到喉返神经，所以可以引起声音嘶哑。然后另外有一些那些肺癌病人的话，的肿瘤的生长的部位可以压迫到食管，然后引起的那个吞咽的困难。第二类的相关症状的话，就是全身的症状，比如说肺癌的话可以引起发烧，这些发烧的话通常是低烧，然后还有那个不明原因的体重减少。第三类的症状的话，就是说肺癌呢可以引起肺外的相关症状，比如说那个异位激素综合症，就是说肺癌的话可以分泌一些跟身体的那个荷尔蒙很相似的物质，可以引起电解质的紊乱。最后一个就是肿瘤的那个转移灶所引起的症状，比如说如果病人的话有脑转移。这个病人就可能有持续性的头痛，如果病人有那骨转移的话，那可能就有相应的部位的骨骼的疼痛。Small cell presents somewhat the same way. So there's not a lot of difference in their clinical presentation if they present with advanced stage disease. Small cell presents with the same symptoms, but usually more fatigue, fevers, chills, night sweats, and weight loss. But can also have, of course, the cough and shortness of breath. Small cell also, interestingly, can present with some very non-cancer-related symptoms. Small cell can cause sodium levels in your body to drop, and that can present with confusion and lightheadedness and dizziness. 对于这些症状，一定要引起市民的警觉。治疗肺癌，某种意义上就是和时间赛跑。不能拖，它可不像有些癌症发展很慢，可以等得起，而肺癌是等不起的。如果发现以上的症状，虽然不一定肯定就是肺癌，但是一定要及早见医生做个检查。
就是先说临床诊断，就是对肺癌来讲，如果我们就是怀疑病人有肺癌，就根据病人的临床症状，我们第一步先做的话，一般是照片。对绝大多数来的病人来说，我们就是先做那个电脑断层扫描，也叫 CT。这个 CT 的话，就是往往是第一步检测肺癌的检测手段。如果病人有怀疑疑似肺癌的结节，就是在 CT 上有疑似肺癌的结节，那我们第二步的话就会安排做那个活检。然后，如果在病理学上确定了病人有肺癌的话，那么下一步的话就是全身的扫描。这个的话，我们一般会做我们叫 PET-CT， 这个是个非常就是对诊断肺癌来说非常特殊的影像学诊断。然后，对目前来说，就是对肺癌公认唯一有效的筛检方式的话，是做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扫描。这个 CT 的话，跟之前讲那个 CT 是不同的。这个 CT 的话，一般用比较低剂量的放射剂量，然后的话，病人一般不需要打造影剂，所以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对于筛检来说，高危的病人就是要做这个年度的低剂量的 CT 筛检。这个高危病人并不适用于就是一般人群。现在的检测技术也在不断的突破，一些新的方法和技术会给检测者带来不可思议的改变。I will say there are very interesting things coming down the pike that I think will help. One is a breath test. Believe it or not, we can identify in the breath of a patient whether or not he or she has lung cancer, and that's beginning to be refined, so it's very unique to think that all a patient has to do is blow into a machine and it can evaluate the chemicals. These are not approved yet. But these are things coming down the research path that I think are very interesting. And then a blood test, believe it or not, very early in development, but there's a blood test that we may be able to use to help predict those patients who will go on to develop lung cancer. Very early on, but very exciting. I mean, can you imagine a scenario where you take a patient who's a smoker, and you are able to do a breath test and a blood test on them, tell them with a certain degree of accuracy how likely they are to develop lung cancer, and perhaps that patient could be watched closer than another patient whose breath test or blood test doesn't register that they would have lung cancer in the future. So these are all, just scenarios for the future, but I think that we'll get there one day. 吹几口气就能帮助检测是否有可能罹患肺癌，未来的医学发展真的很令人兴奋。不过近几年来，医学技术在肺癌的领域拓展还不仅仅是这一点。目前，肺癌在临床治疗上最大的突破就是发现了肺癌的原癌基因。肺癌的原癌基因，其中的一个最著名的代表就是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的突变。原癌基因是细胞内与细胞增殖相关的基因，是维持机体正常生命活动所必须的。当原癌基因的结构或调控区发生变异，基因产物增多或活性增强时，使细胞过度增殖，从而形成肿瘤。肺癌的原癌基因。其中的一个最著名的代表就是表皮生长因子受体。这个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的突变，就是在一些腺癌中可以就是有表现。然后腺癌的话是所有肺癌中最大的一个亚型。这个原癌基因的发现的话，就带动了整个肺癌的靶向治疗。靶向治疗的话，可以直接阻断肿瘤细胞生长繁殖基因信号传导的通路。这个所以的话，就对那个肿瘤的治疗的话比较有针对性。就是针对传统的化疗来说，靶向治疗的话，就是副作用相对来说要少。然后病人的耐受性也比较好。
肺癌原癌基因的发现，给整个肺癌的治疗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使得肺癌的治疗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将在下一集给予详细的介绍。在本集的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看到的一张网络图片。这是一个吸烟者，他吸进的是烟，而吐出的烟却形成了一个骷髅。这张图片形象生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吸烟是在谋害自己。我真心希望那些烟民们能够记住这张图片，为自己、为他人、为社会对肺癌能够公正的认识，远离香烟。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健康1+1节目。我们在下一集将会集中介绍肺癌的治疗和预防。我们下集节目再见。